阅兵在即，谁来主掌军权？9月3号，北京将举行所谓抗战胜利80周年大阅兵，歼35隐形战机彩排画面频频流出，令外界聚焦阅兵这场政治秀还是由习近平来主持吗？就在阅兵倒数之际，习近平与普京通话，俄方率先放风，两人将在天津会晤，共同出席阅兵仪式。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共官媒对此一字未提。这场阅兵早已不只是展示武力，更是一次对谁还握有实权的公开测试。谁主持，谁缺席，谁出现在镜头前，这些细节将成为判断中共高层内部权力重组的风向标。外界传出，中共4中全会可能提前在8月底召开。如果习近平失势，那么9月阅兵极可能由张又侠甚至其他接班人上台主导。习近平还撑得住吗？普京到底会不会来？这场阅兵是权力续命，还是权力交接的象征？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北京将在今年9月举行大阅兵，目前社交媒体陆续流出多段疑似阅兵彩排的视频，微博与 X 平台也流出多张高清照片，疑似展示中国新一代隐形战机歼35，编号为3501、3505和3506。目前北京还没有正式宣布将在9月举行大阅兵。今年3月，共军一名将领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今年9月3日将有大阅兵。习近平前不久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时也说，上合组织峰会将在8月底在天津召开，随后在9月3日将举行一场阅兵，邀请卢卡申科出席。美国彭博社、港媒南华早报都预计，届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到访北京出席阅兵式。今天，习近平与普京为中东局势通了电话。通话后，普京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介绍说，双方主要讨论了中东地区日益恶化的局势。由于复杂局势，俄中领导人一致同意，责成两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在未来几天进行最密切接触，交换可能的信息和考虑。乌沙科夫说，早已商定，俄中领导人将于8月31日至9月1日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期间，在中国举行会晤，并共同出席纪念抗日胜利暨二战结束80周年的庆祝活动。不过，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四晚些时候则告诉记者，普京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计划尚未确定，计划还没有制定出来，现在还为时过早。据乌沙科夫介绍，普京在通话结束时按照中国传统祝愿他的朋友习近平长命百岁，福如东海。然而，俄方以上提及的这些信息在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报道中只字未提，只报道了习近平关于中东局势的4点主张。官媒这么做显得很不寻常，好像在回避什么。这又是什么呢？加拿大时评人士丁律开认为，普京来不来出席北京的阅兵活动，这要看习近平还在不在台上。如果习近平不在台上，普京可能不会来。俄方表态也是留了活话。丁律开说，如果是4中全会在那个8月份召开，习近平下台了的话，那他可能就不会主持大阅兵，可能就是张又侠呀或者谁来主持。如果8月份没召开4中全会，或者在4中全会上习近平没有下台，那个呢还是由习近平来主持。对于普京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的表态，丁律开认为，普京在支持习近平掌权，就是不让他下台，这个就是一种放风了，应该是一种造势。现在相当于是习近平还没有大权旁落啊，言号还继续掌权啊，还会在9月2号跟普京见面啊，这是一种造势，这是一种舆论。这世人会不会真的按照那样去走，那个不一定。张又侠跟中国元老可能就会在8月份召开4中全会，要把习近平赶下台，这个就不一定了。所以是现在是普京他们那边制造舆论，支持习近平掌权。习近平极力邀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同时也邀请了普京，
这应该是合伙造势，所以这就是演戏，好像习近平还会掌权，至少在9月2号他还会掌权，习近平不愿意下台嘛。现在中国国内关于飞机演练彩排的照片和视频都流出来了，9月3号阅兵可能是确定的，习近平就是想在举行阅兵的时候还继续掌权，会用各种方式造势，制造舆论压力，这是他的目的。但是谁主持阅兵就不一定了。丁履开觉得张又侠不大可能让习近平主持阅兵，他可能会自己去主持阅兵，或者说是选新的领导人去阅兵，可能是这样。但是如果新的总书记不兼任军委主席的话，就很难去主持军队阅兵，时间点可能卡在8月底。如果8月份不开4中全会，那对习的处理可能会延后。丁履开指出，现在习近平已经说话不算数了，他的很多亲信都在跟他切割，就是不愿意跟他一路走到黑了，亲信也被清洗了，所以对他的处理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吧。我个人觉得他如果说是没有重大的原因的话，他不会推迟了，他可能就是在8月份在北戴河会议之后召开，北戴河会议之后还会讨价还价。从现在各种趋势来看呢，习近平他可能就是不想下台嘛，他还想继续掌权。账号官场战场观察工作室昭明6月16号在 X 平台发文说，蔡奇终于陪同习近平到哈萨克斯坦出访了，但是蔡奇故意把自己的座位与习近平的座位拉开距离，拉得远远的，习近平的声音沉稳有力，不像是最近有任何身体健康状况。他在5月20号到6月4号消失了14天，是政治原因，不是身体健康原因。就在习近平隐身的这段时间，5月19号，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称，来自北京爆料人的消息，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上将在被军纪委羁押期间自尽。5月24日，蔡胜坤又在视频节目中爆料，说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也已经在审查期间走了。据说何卫东比何鸿钧走得还早，准确时间是5月2日，具体地点也是在301医院。紧跟着6月2号，中共官媒突然宣布了中共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病故，现任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前任中共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和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均是习近平在军中的亲信，他们的密集消失说明中共军中内斗激烈，习近平军权被削弱。丁履开认为，习近平的目标就是保命，安全体面的下台，如果搞得像李克强一样猝死的话，那就不值得了。习的亲信也在跟他切割，那是以前没有的，所以张又侠不会允许他继续当军委主席，因为中共的内斗是很残酷的。从理念上来讲，习当军委主席，他又底下没人，是空架子，而中共元老那边也可能没对习下重手，给他留面子，他毕竟是待在台上13年了。至于张又侠，可能就是保持局势的稳定，希望平稳过渡，让下一任的中共领导人上台，责任就是保驾护航，干这个，随后他就退休了。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